这是我的2颗万代兰放在外面淋雨，小的万代兰呢又给它做了一个新的盆，还是花了一些心思，觉得它应该很喜欢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。或许您已经看明白了，如果没有看明白或者愿意陪我再走一遍过程呢，让我们从头说起。话说夏末秋初那会儿，我把2颗万代兰种在石头上，放在窗边，别说效果还不错，它们都长大了许多。却也出现一个问题，这2颗万代兰品种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对光的需求也不太一样。小的那个叶子都非常红了，感觉这个光快要过度了。这才刚刚是春末，还没有到夏季，我就在思考说要不要把它俩分开。刚好今天抱着是有雨，先把它们搬出来淋淋雨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雨迟迟不来，看着天上的云飞过，突然就有了一个主意。我重新给这个小的做个盆，放在光稍微少一点的位置。我也观察到小的这颗基本上根儿没有粘在石头上，这些黑斑是当年的晒伤。这颗小的万代兰就是当年买的6个小苗，从巴宁斯买的6个小苗里的那个万代兰。它看起来不太能晒太阳，被我各种折腾，倒是挺顽强的，也长大了不少了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来说我做的这个瓶子盆已经做好了，我把它拆开，然后再组装回去，其中的玄机就一目了然了。黑色的这个是用网子做的一个桶，等会儿有用。带个瓶盖的这个是个瓶子头，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切下来的，扎了好多孔，连瓶子盖上也扎了孔。有孔就肯定可以透水透气，但这儿还有一些缝，这些缝不是为了透水透气，虽然也可以，这些主要是方便挤压，往里装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可以看到这个瓶子从上到下并不是一样的粗细，有些地方比较细，所以有那些切口呢，这个就比较容易放进去。最下面还有一个小的塑料杯子，杯子上也有很多的孔。这个杯子干什么用的呢？是为了垫高用的。为了最大限度的保留这个瓶身，所以上面瓶子头那部分只切下来很矮的一截儿，这样那个水就会太少了，我觉得。加上一个杯子，把这个垫高之后，我可以多存一些水。所以这个杯子就这么一个作用。上面我再加上这个网子，瓶子内部就是这么一套装置。瓶身上我还打了一些孔，这些孔的位置就决定了瓶子存的水的水位的位置。在这些孔的上方还有一个单独的孔，这个孔干什么用的呢？先卖个关子，再把它们组装回去。这次组装下面我会放一些小石头，是为了压重的，但我也不会放特别多，因为装上水以后也是挺重的。这个杯子先扣进去这些石头有点碍事儿，可以活动活动，让这些石头都进到杯子里，然后再扣下去。这样这个杯子可以站得比较稳，然后再把这个瓶子头扣进去。有了事先剪好的那些缝，往里放还是比较容易的。让下面多存一些水，一个是重心比较稳，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不用担心水太快就蒸发没有了。我加上这个网子不光是为了固定用的，网子里面我会装一些树皮。不过在装树皮之前，我要先做另外一件事情，给这个盆做个挂钩。这个孔的用途现在您明白了吧？选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孔，穿铁丝，主要是观察到这个位置的塑料
厚一点。毕竟这样挂起来的话，孔的那个位置是要吃力的，如果太薄，或许就挂坏了。我加上这个钩，这个瓶就成了坐挂两用的了。看位置适合挂就挂着，想摆在那儿还可以坐着。摆放在台面的时候，这个钩也不碍事儿。钩做好就可以往里装树皮了，因为那个网眼儿比较大，树皮选块大一些的，不然就漏出去了。我选择装上一些树皮，是考虑到万达兰在自然界的时候不是喜欢抱在树干上吗？虽然我这儿是有树干的，但是毕竟户外的环境不太适合它就那么直接抱在树干上，给它做这么一个树皮柱，聊作安慰吧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因为有这个柱子在这儿，万达兰就不会一下子掉下去了，因为挤在这儿了。现在这个万达兰还比较小，这个瓶子足够它用了。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留心着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容器，万一它将来长大了，可以再给它做一个大的。中间的树皮柱子如果能做的粗一些，没准它真以为自己是抱在树干上了呢。根儿的位置调整好之后，来看一眼，就是这样。我暂时先不浇水了，直接拿到外面去，因为现在这会儿外面的雨已经开始下了。那棵大的万代兰也已经在外面等着它了，因为下雨了，这样趴这儿也不出去了。我打着伞出来放下，不过这会儿雨也不是很大，很小的雨，但是有风，我就把它挂在这儿，怕是底下还没有水的时候太轻，再让风给吹翻了就麻烦了。这会儿是昨天下午的时候，我就放在这儿，直到晚上傍晚的时候我把它拿进来。一个下午的小雨也没接到多少水，那雨是真的小啊。拿进室内以后，我接了一些水，到了它的最高水位，放在这儿一晚上。我就想看看第二天它的根儿会是什么样的。这个水位离这根儿的距离还是挺大的。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早上上面的根儿都是这种灰白色的了，已经都干了。这还是在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。雨是从昨天下午开始的，下下停停，一直到今天一整天都是这种有雨的状态。雨虽然不大，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。那在这种大空气湿度的状态下，它的这个根儿还是这个状态，我就觉得我要做点什么了，所以又给它套了一个瓶子，这样这个水位就可以比较高了，离开上面的根儿近多了。外面套的这个瓶子没有任何的孔，所以水可以一直接满。将来根儿长长了，这个瓶子可以剪掉一节一节一节往下剪，当然也可以打孔，可以根据情况从上往下打孔，直到不需要外面这个套瓶为止。我现在可以套着这个瓶子直接搁到户外，因为最高的水位也不会泡到根。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把排水的孔放得高一点，就在它根的附近打孔，那这样外面那个套瓶也可以不用套，根长长了之后呢，在下面再接着打孔，水位也就跟着降下来了。这两个方法都行，看您喜欢哪个。我是一次性把它做好了，外面再加这个套盆。这个好处是，万一里面根长得很好很多，在打孔的时候还得小心一点，不要伤到根。那我这一次性做好了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这颗大的暂时不动它了，就让它在石头上吧。我也还准备养在室内床边，而这个小的我准备养到户外了，就是我的那个兰花架子那边。雨停了之后就准备拿过去了，给它找一个光适合它的位置。我慢悠悠的说，您慢悠悠的听。
听到这儿，您是醒着呢，还是已经睡着了呢？我猜我的视频非常的催眠。说实话，外面天阴阴的，蒙蒙细雨。我在这儿对着电脑解说着视频，感觉自己都想去睡一觉了。那好吧，就先到这儿。祝您做个好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